比如今天下班后也会吗？魏无羡狡黠一笑，眨着眼睛看着蓝忘机。会。蓝忘机微微点头。魏无羡用手托着脸，采访提纲彻底被卷成了一个纸筒。怎么赔？会一起出去吃晚饭吗？一群同事都看呆了。可以，看他想吃什么。蓝忘机答道。麻辣烫可以吗？魏无羡期待地问。不行。蓝忘机无情拒绝。烧烤呢？更不行。魏无羡抱着手站起身，采访结束了，收工下班。其他同事见状，赶紧凑上去八卦。啊呀，蓝警官，你真的结婚了吗？蓝警官，你爱人很忙，能不能透露是哪个单位的呀？我们不是想八卦啦，是想出个专栏采访警员家属的那种。蓝警官可以拍个照合个影吗？绝不外传的那种。蓝忘机走到在一旁看热闹的小记者旁边，勾住肩膀就将人揽进怀里，对一屋子的美女说：拍吧。所以同事们呆呆地来回看着蓝忘机和魏无羡。所以你们要问的答案都在这里。魏无羡指了指自己的脸，还拍不拍？不拍，我们要下班回家了。同事们八卦的心又回来了，拿起手机就是一顿拍。真的不可以吃麻辣烫和烧烤吗？那我们吃烤肉好不好？不好。那吃火锅？昨天不是说肚子疼，可是现在不疼了呀。不行。哎呀，蓝湛，你这样家庭会不和睦的。蓝忘机脚步一顿，将魏无羡拉进怀里，低头就把人吻得七荤八素。会不和睦吗？蓝忘机伸手揽住腿软差点跌倒的小记者，后者摇头跟拨浪鼓似的。和睦，简直太和睦了。回去给你做排骨焖饭。哇，这个好吃。蓝湛，你太好了。同事 A， 你们知道魏记者的爱人是谁吗？同事 B， 魏记者什么结婚的？同事 C， 魏记者不是还没谈恋爱吗？同事 D， 有人可以不谈恋爱直接结婚吗？同事 B， WOC， 什么神仙颜值组合？同事 C， 我酸了我酸了我酸了。同事 D， 有这样的对象我也可以直接结婚，婚后再慢慢谈恋爱。魏记者，上次的采访已经制作完成了，可惜刑侦队的素材没用多少。一大早，上次合作过的同事就来到社会部找魏无羡。没事，警察局又不止刑侦队一家，而且他们保密的东西多，本来能报道的东西就没多少。魏无羡并不在意，反正自家警察同志是不会在报道中露脸的。也是，不过对比下来，还是警官的制服最好看呢。同事继续说道，精神帅气不说，看着就令人很有安全感。是啊，魏无羡敷衍道，心里也打起了制服的主意。蓝忘机作为刑警，经常一线执行任务，一般情况下为了隐蔽身份是基本不穿制服的。即使没有出去在警局上班，也很难说什么时候会有突发状况，因此魏无羡看蓝忘机穿制服的样子屈指可数。警官制服确实好看啊。魏无羡一手托着脸，一手漫不经心地敲稿子，心思早就飞到家里的衣橱里去了。下班后，魏无羡开车去警察局，可蓝忘机说手上还要处理的事情，让魏无羡先回家。前一天煲的莲藕排骨汤还有很多，热热就能吃。魏无羡巴不得没跟警察同志多腻歪，挥挥手跳上车就绝尘而去。蓝忘机站在原地，看着魏无羡开着车迅速消失在拐角，有些发愣。回到家里，魏无羡也不管热什么莲藕排骨汤，直接冲到主卧的衣帽间，果然有几套挂得整整齐齐的警官制服，很新的样子，看来真的很少穿，感觉有点大呢。魏无羡取下衣服在身上比划了2下，便将自己衣服脱掉，开始穿蓝忘机的制服。衬衣袖子有点长，裤腿也拖在地上，戴上警帽，视线也被遮住了一半，活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子。我和蓝湛体格也没差这么多吧？魏无羡回想着两人脱光衣服踉踉跄跄的画面，不得不承认，蓝忘机的体格确实比他大。魏无羡打好领带，穿上制服外套，站在穿衣镜前左左右右、前前后后照了个遍。还是很好看吗？魏无羡忍不住咧嘴一笑，人靠衣装，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比平时严肃正经多了。要是蓝湛穿上制服来 X 我的话，哇，想想就很刺激呢。魏无羡忽然很想蓝忘机，
明明知道对方还要加班，还是打通电话拦战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电话那头的蓝忘机明显顿了一下，才说会有点迟，你先吃饭。好吧，魏无羡知趣地挂断电话。他一屁股坐在地板上，此时此刻很想蓝忘机抱一下他。魏无羡歪着脑袋闻了闻身上，即使是很少穿的衣服，上面也有一点淡淡的檀香味。魏无羡的手忍不住往下，没想到只是偷穿一下蓝忘机的制服，都能引起这样的反应。魏无羡随手抽了几张纸巾，顺势躺在地板上，警服的材质贴在皮肤上，让沿途的毛孔都忍不住站立起来。魏无羡自己弄了几下，很快就释放出来。